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官方已经做出了玩家社群反馈的内容，但是只有8个问题，其中2个问题呢，还是官方已经回答了，又或者已经在实行的东西。那当然的，除了玩家会反馈一些有用的东西之外，还有反馈一些没有用或者是很多人反对的问题。所以我今天就整理了一堆奇葩的问题，都是比较多玩家反对或者是官方没有采用的问题。虽然这些反馈全部都是被拒绝的，不过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玩家不想要什么东西发生在游戏里面。首先第一个反馈，希望宝石可以像一般的资源那样运送出去。这个反馈其实有同意跟反对，但是反对的占比比较多。那么相信各位有开过小号应该都知道，其实小号你可以存着宝石完全不要用。像我现在有8个小号，其实我平均每个小号呢都有好几万的宝石。如果你的小号越多的话，你就可以运送更多的宝石去你的账号，并且你的王国联盟是比较活跃，比较多人买礼包的话，其实宝石量会更多，从而影响到游戏不平衡。虽然我个人也是想要把小号的宝石搬过来了，可是以多方面来考虑呢，宝石送出去不是一个好的决定。下一个反馈，因为万国觉醒是没有休息的，它不像国服那样有深夜模式。因为国际服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玩家，那这个玩家要求呢，就是每3个月会更改时间。我们现在是根据 UTC 时间嘛，那这个玩家给的是3个月就提升3个小时。打个比方，现在我们 UTC 0点才是重置时间，那他这里给的建议是3个月之后变成 UTC 3点，以此类推，再多3个月就变成6点重置。我认为这个玩家给这个建议是没有错的，但是我们打仗的时候，其实各位应该也知道，我们完成编年史是可以调整时间的，而且不管怎样调整时间呢，有一边的玩家他们是肯定跟不到这个时间了，并且还可能会导致到时间错乱。原本你已经习惯了早上8点就是重置时间，调整了之后你还要去注意日期，这个月是几月。我认为他这个想法是很好，但是可行性很低。这个反馈呢是比较多玩家反对，同意的玩家真的没有几个。他的反馈是我们现在统帅呢有分成主将跟副将，他要求放多第3个档位，就是说我们可以带第3个统帅出去。他的想法是想要提升紫色统帅，因为紫色统帅到后期是完全没有什么用处的。他称之为这个系统叫同步，不过要同步之前呢，要求那个紫色统帅必须要跟我们现在用的金色统帅是同级的，比方说满60等级，又或者是全部技能已经开之类的，并且再加强紫色统帅。他不是要求说他的数值有变高了，而是像李成贵那样，他说假设提升数值就很像孙武已经提升到1600的直接伤害了，这样子孙武就会太强了。他要求的提升是原本现在孙武打3个目标，可能提升之后可以打7个目标，还有包括圆形 AOE。 我觉得把它这样子提升跟增加数值没有什么差别啊。他要圆形 AOE 是不是为了要方便他拉野呢？最后一句他有补充到把那些金色没有用的统帅转化为紫色统帅，不过他觉得不可行。这样你又提议出来做你为什么要把金色转成紫色呢？他金色就是金色了，他废就给他在那边废啊，所以他给这个提议有点怪怪的。听了之后你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这个反馈呢有32个反对票了。接下来这个反馈呢是要增加一个有船只的 KVK 哈，就是海战的意思吗？哇，如果真的要玩海战的话，你可能要去玩我那个工业时代版的万国觉醒了。其实海战这个东西呢，我在很早之前就跟官方提过了，但是官方呢只是出一个副本的海战而已，并不是在 KVK 里面的海战。而且我现在仔细去想一下，现在我们打 KVK 都已经这么卡了，海战的话不是更卡吗？不过官方可以做得出的话当然是最好啦，但是做出来之后还是一样卡呢，那就算了吧。接下来是可以要求看到统帅的装备军器在报告里面，又或者是侦查报告。我觉得在报告里面是 OK 的，但是侦查报告的话，你们觉得有没有必要呢？可是他这个投票是比较多玩家反对的，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同意他的看法。或许我问一下我的观众吧，你们觉得呢？要不要看到这个报告会比较好？接下来这个反馈呢，是希望盟主可以授权给一些玩家，让他们可以提升变成 R4， 又或者是从 R4 降级下去。他说每一次都要等到盟主去行动，这样子很麻烦，并且加入联盟希望可以改成像埃及之战那样，选择好一些特定的玩家之后，他们就可以自由进出联盟。因为有时候打仗啊，你要去接受一些玩家，又或者是去找一些玩家会比较麻烦，会浪费很多时间。我觉得他下半部是可以接受啦，至于上半部的部分呢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吧，因为每一个国王我相信都是要在休息之前呢，都会把自己国王的职位交给另外一个阿斯去做。我觉得这样子就已经足够了。如果交给一些阿斯啊，又或者是玩家，他们有权利去做这些事情的话，这样子盟主的意义是什么？接下来这个反馈是指一些王国里面的捣蛋鬼，像有一些专门去抢 MGE 啊，外来的骚扰者，
或者 DKP 不达标被清零的玩家，他将把 MG 的积分调整为5000万积分，让一些真正可以完成目标的玩家可以获得 MG。别让一个小小的只有3300万的玩家摧毁整个王国。不过我老实跟你们讲，不管怎样调整都好呢，这些要骚扰的玩家、捣乱的玩家，他们还是有办法捣乱的。就算已经调到5000万分也好，我相信他们依然还是可以追上分数的。反而提升了积分要求呢，会导致到王国里面的玩家他们要提升更多的分数，制造更多的压力。这个玩家反馈的东西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就是如果你摧毁了那个玩家的城市，你可以获得他城市里面1%的部队，一天的上限是2万。我觉得他这个反馈很有意思啦，我觉得他的反馈不错，但是他这个上限呢是限制在掠夺的玩家呢，还是被掠夺的玩家？假设被掠夺的玩家，我一天损失2万兵，我觉得还可以。但是如果我是抢的那个玩家，每一个人每天的上限都是2万。这样如果10个账号去抢的话，不是变成20万了吗？那么很快的这个城市就会被扫空，花了这么多的资源加速去训练部队，结果全部都没了。尤其是那种被围殴清零的玩家，这么多人在旁边围你的城市，每个人2万2万的把你的城市很快就没有兵，而且这些兵又不会返回。像现在城市被打10兵还会返回50% 嘛，可是这个被抢了之后是全部都没有了。接下来这个反馈我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意见。他说要削弱拉野我不懂他是不是时常遇到一些玩家全部在拉野，然后他个人又不喜欢拉野，所以才提出这个反馈。但是你们看到这里反对的人呢是有60个支持的只有6个而已。老实说，我其实也不喜欢拉野，但是我也不会支持他的说法啦。毕竟拉野也算是游戏的一部分，那些无氪玩家唯一可以赚到更多东西的方法。希望官方增加自动打野蛮人的系统，只要附近有野蛮人就会自动攻击，随时都可以停止，或者让部队死掉之后就停止。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啦。如果你是讲自动打野蛮人还会拉野的话，我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只要对方跟你同样等级就可以跟他进行交易。他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用加入同一个联盟就可以运送资源的意思吗？我有点看不懂他写什么东西，不过有20个反对票这个玩家要求增加新的研究他要求出 T6 然后增加5的跑速，已经出了 T5 的玩家就可以研究。T6 这个东西我觉得官方都不需要出了啊，他都已经有水晶科技了，还要什么 T6 呢？而且很显然这个玩家是不会打算盘的，如果出了 T6 啊，全部玩家都只是练 T6 就搞定了。但是官方聪明，他选择出水晶科技，你每一次都要重新提升水晶科技，每一次都要买礼包充值水晶，这样子官方才可以赚钱嘛。最后这个玩家要求把采集统帅放去博物馆里面，或许他是想到加入博物馆之后就可以提升他采集速度吧。以上就是我整理出来反对票比较多的反馈，你们对他们的反馈有什么看法呢？有哪一些反馈你是同意的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